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兵。今日咧同大家講解一下社會信用系統。社會信用系統同我哋之前提到嘅 5G 智慧燈柱、新身份證上面嘅 RFID 系統，甚至係近排嘅反送中運動都係息息相關嘅。我哋會喺呢條片較後嘅位置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而家咧就先用官方嘅講法，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社會信用系統係一個司法以外嘅社會制度，佢成立嘅目的咧有幾個嘅：一、相對地完善法律法規；二、建立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機制；三、提升信用服務機構嘅質素，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成熟健康；四、提升政府監管體系，保障國家社會治理機制。簡而言之，中國政府想做到揚善懲惡、淨化社會嘅效果。呢一個系統大部分都係由政府所控制嘅。但係有部分技術咧，就係由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嘅芝麻信用所提供。咁大家都知啦，淘寶同埋支付寶咧都係阿里巴巴嘅。作為中國最大嘅在線服務平台，阿里巴巴可以透過佢嘅監管體系，直接收集用戶嘅大數據，去評估用戶嘅信用分數。可以收集嘅數據包括定位、好友、健康記錄、保險、個人信息、財務狀況、遊戲時間、購物記錄，甚至約會行為。喺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入邊，每一個人咧都有底分1000分，評分就有分 A、B、C、D 級，越高級越高分嘅人咧就會被視為更加有誠信嘅人，可以獲得更加多嘅社會資源。相反，分數越低、級別越低嘅人咧就會受到一定嘅懲罰，甚至被剝奪基本人權。咁喺呢個系統入邊又點樣加減分嘅呢？咁我哋舉幾個簡單嘅例子：你唔記得交貸款就扣30分，你唔記得交水電費咧就扣50分，但係你去做義工就加10分。受到黨嘅讚揚咧，就加100分。但係呢一個評分準則亦都有唔合理嘅地方，例如造假就扣50，舉行邪教活動就扣50，但係網上誹謗他人咧就扣100。明明造假同埋邪教活動都係對社會造成更加大嘅負面影響，但係偏偏網上誹謗他人扣嘅分咧就扣多好多。由此可見，市民有冇誠信嘅價值判斷並唔係由大眾嘅準則嚟釐定，而係由黨去決定。所以你跟隨黨嘅指導思想就會高分，唔跟隨咧就會低分。咁高分同低分又有啲咩嘅獎罰呢？評分高、等級高，喺入學、就業、社會援助、入黨都會獲得優先考慮，亦都可以獲得更加多嘅借貸。去醫院睇醫生可以賒數，租樓咧亦都可以俾少啲租金望金。但係相反，評分低、級數低嘅話，喺資格審查、執照審核、社會援助方面，當局都不予考慮，甚至唔俾你搭飛機同搭高鐵。同你傾偈嘅朋友都會減分，你嘅屋企人都會降低評級。喺極端情況，狗都唔俾你養，如果你養緊嘅話咧，都會沒收。而喺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入邊，有一個好出名嘅 D 級公民，佢就係以踢爆中國武術內幕而知名嘅徐曉東。咁點解佢會成為 D 級公民呢？話說徐曉東咧就指責一名中國太極大師陳小旺造假。呢一位陳小旺曾經上過中央電視台表演太極武術。喺呢一個表演入邊，佢同個大力士鬥力，呢一位大力士推極都推佢唔喐，可以話穩如泰山，喐都冇喐過。去證明陳小旺嘅太極武術係登峰造極嘅。有基本格鬥常識嘅你都知道，體重喺打交方面咧係好緊要嘅。唔同嘅磅數，力量嘅差距咧係相當之大嘅。而呢一個大力士，佢唔止 double 咗陳小旺嘅磅數，佢仲喺其他嘅節目上面曾經推喐過一架8噸重嘅貨櫃車。所以徐曉東先質疑呢個武術大師係造假嘅。咁陳小旺咧就將徐曉東告上法院，就告佢誹謗。咁喺呢一個陽光司法底下，呢個法院咧就以中央電視台唔會造假為由，去判咗呢個陳小旺勝訴，徐曉東就敗訴，要佢賠錢同埋道歉。徐曉東咧就有賠錢，但係佢拒絕道歉，而就係因為佢冇道歉，違反咗法院嘅判決，亦都違反咗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所以咧就直接扣分，扣到佢變 D 級公民。而因為佢成為 D 級公民，徐曉東喺之後嘅比賽入邊都唔可以再用佢嘅真名嚟參賽，甚至要戴面具或者將塊面畫到花晒先可以上台。講少少題外話，喺佢變咗 D 級公民之後，內地咧就有啲好知名嘅記者訪問佢，而其中一位睇訪問佢之後咧，呢一位記者嘅微博亦都被消失。徐曉東呢一個例子做唔做到揚善懲惡、淨化社會嘅效果呢？我就唔評論啦，等大家自己判斷。咁其實呢個系統都真係有佢嘅好處嘅，例如內地嘅犯罪行為的而且確係因為呢一個系統而減少咗。最大嘅原因係因為犯罪嘅成本提高，除咗要接受法律嘅制裁之外，再會受到呢個系統懲罰多一次。甚至有啲地方係連你嘅家人都會因為你犯罪而扣分。另外喺機構聘請員工嘅時候，可以根據呢個社會信用系統睇到嚟應徵嘅人係咪一個有誠信嘅人。市民喺揾工嘅時候，亦都可以睇到
呢個老闆係咪一個有誠信嘅老闆，甚至喺揀男女朋友嘅時候都可以利用呢個評分嚟做準則。咁點解呢個系統睇落咁好，都會有咁多反對嘅聲音呢？因為你做好事就加分，做壞事就減分，的而且確係會鼓勵到好多人為咗獲得更加高嘅評分而去做好事。但係佢哋做好事嘅原因唔係因為佢哋有良知，亦都唔係因為佢哋有高尚嘅道德，而只係想獲得更加多嘅社會資源。打個比喻，做義工本身就應該由心而發，但係喺呢個系統入邊，為咗得到更加高嘅評分，為咗得到更加多嘅社會資源而去做義工，佢哋唔明白，連做義工都係唯利是圖嘅話，本身呢個行為就係唔道德，咁樣反而建立咗一個好虛偽嘅社會。另外，因為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係司法制度以外嘅獎罰制度，所以變相即使你喺獨立嘅司法制度下係冇犯法，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都可以懲罰你。如果你犯咗法，已經受到法律嘅制裁，呢個社會信用系統可以再懲罰多你一次。可能有人覺得低評分嘅人被呢一個系統懲罰，一個犯咗法又低評分嘅人，除咗俾法律制度懲罰之外，再俾呢個系統懲罰係應該嘅。但係呢一個系統嘅評分準則係基於黨嘅指導思想，唔理你係好人定壞人，只要你違反黨嘅指導思想，你都係低評分嘅人，所以先至會出現徐曉東呢啲例子。試想一下，如果徐曉東係出生喺其他國家嘅話，佢踢爆咗武術界嘅內幕，可能佢已經係武術界嘅英雄，但係喺中國，佢就成為一個 D 級公民。最重要嘅一點係，無論你係好人定係壞人，人權就係你生而為人應該有嘅權利，唔係因為你係好人先至值得擁有，亦都唔係因為你係壞人而可以被剝削。除咗徐曉東呢個例子之外，亦都有好多其他例子。當中咧有一個比較有趣嘅，有一個中國嘅官員，佢喺網上面咧就不停搜尋一啲外國護照嘅網站。咁大家都知啦，咁內地嘅手機同埋上網咧都係受到全面嘅監控嘅。咁喺呢一位官員正準備出國去攞佢嘅護照嘅時候，佢發現自己已經成為一個 D 級公民，唔可以搭飛機。呢個例子揭示咗社會信用系統配合政府嘅監控，你嘅個人行為無論幾私隱，政府都係了如指掌，甚至可以利用法律以外嘅方式嚟懲治你。我哋亦都可以從呢個例子可以見到社會信用系統真正嘅目的就係操縱人民嘅行為，同埋預防反對勢力嘅出現。喺操縱人民行為方面，只要評分準則一改，人民嘅行為就會改變。舉個極端例子啊，如果今日嘅評分準則就好似當年嘅土地改革咁，批鬥地主會加分嘅話，整個中國就會即刻翻返去文化大革命嘅年代。咁當然呢個例子係誇張咗啦。咁但係政府嘅呢一個加分減分嘅行為，其實就代表住黨想你做咩同埋唔想你做咩，進而限制人民嘅自由，操縱你哋嘅行為。喺預防反對勢力出現嘅呢方面，大家都知道早幾年咧薄熙來嘅影響力係十分巨大嘅。咁但係喺呢個社會信用系統底下咧，好似薄熙來呢啲咁嘅人就唔會再出現，因為任何反對勢力喺萌芽嘅階段都會被呢個系統所扼殺。舉個例啊，你上網睇海外嘅護照資料，你上網睇一啲軍事嘅文章，你去搜尋一啲敏感嘅字眼，例如6·4，你去揾維權律師嘅資料，甚至最極端嘅可能性就係你連睇《孫子兵法》，佢都會覺得你有潛在嘅反動思想，對黨係一個潛在嘅威脅。而家喺內地已經有超過1700萬嘅人係唔可以搭高鐵同埋搭飛機。有咗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中國就可以做到真正嘅維穩，因為人民唔會再講政府嘅壞話，唔會再夠膽搜尋反對政府嘅資料，更加唔會再夠膽上街示威遊行。而最終，中國就會因為呢一個嘅評分制度，由微信入邊嘅一個誇誇群變成一個誇誇國，唔會再有任何嘅反對聲音，剩翻低嘅呢都係對黨嘅讚美，因為對黨嘅讚美就係加分嘅行為。咁社會信用系統又同我哋香港有咩關係呢？除咗近日咧就得知道內地就已經公布咗會喺3年內喺大灣區，包括香港咧就實施呢個社會信用系統。佢同我哋之前嘅片提過嘅5G、智慧街燈、新身份證嘅 RFID 技術都係息息相關嘅。首先喺時間方面，咁又睇我哋5G 條片咧，咁都知 5G 呢個技術咧係發生緊咩事㗎啦。5G 咧會喺2020年咧就開始喺香港推出，咁大約1-2年左右咧就會喺香港普及。咁新嘅身份證咧，亦都會喺2022年咧就全面更換。咁喺我哋身份證上面咧，就會有一個 RFID 嘅技術，可以咧極準確咁知道我哋嘅定位。咁而喺智慧燈柱方面，亦都會喺2022年咧就全面喺香港鋪設。而呢一個智慧燈柱上面咧，亦都會有 RFID 嘅偵測器、超高清嘅實時監控鏡頭同埋5G 嘅基站。咁以上呢3樣嘢真係可以稱之為監控三寶：新身份證、超高清實時監控鏡頭同埋5G 技術，都係為咗喺香港全面實施社會信用系統而準備嘅。咁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又同逃犯修訂條例有咩關係呢？逃犯修訂條例就係以破壞司法制度
嚟消滅一國兩制。而社會信用系統係完全凌駕於司法制度嘅，咁樣就已經可以令到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再加上政府可以利用社會信用系統，將所有反對派變做 D 級公民，然後唔俾佢哋參選立法會。市民呢，亦都會因為上街遊行而被扣分，可能扣分扣到連巴士地鐵都唔搭得，連份工都冇埋，令到逃犯修訂條例唔會再有人阻止，任何惡法都可以任意通過。所以即使林鄭月娥宣布逃犯修訂條例壽終正寢，呢個惡法要死而復生，亦都並非難事。咁反對社會信用系統嘅人又點樣可以阻止呢個信用系統喺香港實行呢？咁呢一個系統要喺香港實行呢，就一定要經過立法會，無論佢係以政策嘅形式定係以法例嘅形式都好。但係而家嘅立法會因為有功能組別嘅關係，反對派嘅議席咧幾乎係冇可能過半嘅，而只有普選立法會，反對嘅聲音先至有機會過半數。而下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就係2020年，再下一屆咧就係2024。咁如果要到2024年先至有普選立法會嘅話咧，一切都已經太遲啦。社會信用系統已經喺香港實行咗㗎啦。咁所以2020年嘅立法會對反對者嚟講，佢哋係時日無多嘅。2020年就係佢哋最後嘅機會。除咗登記做選民之外，如果反對派嘅聲音想過半嘅話，下一屆立法會就一定要實行普選。我哋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